我们每天都在走路，很多人呢也在用走路的方式来锻炼身体。但是走路也不是随便走走的，若能学会下面2种走路方式，或许能够让你越走越长寿哦。第一种，踮脚走路。这种走路方式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非常的合适。踮脚走路可以锻炼小腿后侧的肌肉，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，既能够预防静脉曲张，还能够改善痔疮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第二种，走一字步。走的时候要上半身挺直，然后2只脚坚持的走一字步，也就是左右脚轮流的踩在中间线的位置，然后走路的同时要左右的扭胯，每天走500到1000步就行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强腰部力量，缓解便秘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那中老年人想养生，除了多锻炼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多休息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或者喝一些养生茶，比如桑叶茶、黑苦荞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老年痴呆是老年人中很常见的，一旦患上老年痴呆，对自己以及家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所以要做好预防工作。睡前的这个坏习惯很可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几率，希望大家尽早改正。这个习惯就是长期熬夜。大家都知道，睡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只有睡眠充足，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，大脑神经也会得到很好的休整。但如果长期熬夜的话，大脑神经系统得不到休息，不仅会使第2天没有精神，还会让人反应变得越来越迟钝。而且人到老年以后，身体的各项机能也衰退得比较快。如果大脑神经系统得不到充足的休息，那么就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几率。而且熬夜还会导致人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，使人寿命缩短。所以大家要尽早的改掉这个坏习惯。洋葱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，洋葱的营养很丰富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。在吃洋葱的时候，如果觉得辛辣，大家不妨在睡觉前喝点洋葱煮水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多个好处会找上门。消炎杀菌。因为洋葱中含有大蒜素，这种物质有很好的消炎杀菌的作用。如果每天睡觉前喝一点洋葱煮水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。如果感冒鼻子不通气，可以在床头放一些洋葱，对鼻子通气也有帮助。防止失眠。由于现在社会压力大，所以很多人有失眠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在睡前喝碗洋葱煮水。洋葱中含有一种成分有很好的安神助眠的效果，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帮助。排毒养颜。除了上面的2个作用，睡前喝点洋葱煮水，还能促进身体内毒素垃圾的排出，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。喝洋葱煮水的时候，注意不要喝得太多，肠胃不好的人也要少喝，以免刺激肠胃，对健康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女性手脚总是冰凉，比别人怕冷。其实这可能是体寒引起的，体寒还容易导致女性痛经、月经不调等，使人衰老加速。所以要注意调理。在我们身上有个暖身穴，体寒的女性不妨常按一按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。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地方。关元穴是男子藏精、女子虚血的地方，具有理气和血、补益下焦的功效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揉3到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感觉有酸胀为宜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热敷这里。经常按摩关元穴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畅通气血，在一定程度上能调节寒性体质，让你精力源源不断。女性朋友不妨常按摩。很多朋友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大多数人是用开塞露。除此之外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便秘时吃一点，有助润肠通便，或许比开塞露还管用哦。第一种，芹菜。芹菜是生活中常见的绿色蔬菜，不仅吃起来鲜嫩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其中富含粗纤维和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有助通便。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也可以将芹菜榨成汁，能够帮你排出毒素，顺利排便。第二种，黑木耳。黑木耳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它能为身体补充一些微量元素，而且黑木耳中含有多糖等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够保持肠道水分，
促进排便，对缓解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当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脱发严重的情况出现，认为是不是自己洗发水没有选对？其实掉发严重并不一定是洗发水的问题，可能和下面3个原因有关：压力太大，现在社会节奏变快，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这就使很多人的精神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头发的血液循环，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从而导致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经常熬夜，现在熬夜已经是常态了，尤其是年轻人都加入了夜猫子的队伍。如果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影响头发的生长，就使人出现了脱发的情况。过度染烫。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爱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喜欢变换自己的发型，染一染，烫一烫，那避免不了要使用各种的染发膏或者是定型膏，这类物品中都含有化学成分，如果过度的染烫，很容易使头发受损。这也会导致头发大。中老年朋友在早上起床时会感觉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，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增强脑供血。这个动作相信大家都会，就是耸肩膀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手手臂自然的在身体两侧下垂，然后将左右两侧的肩膀同时的向上提起，提起后坚持3秒，再落下，这样反复耸肩81下。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都做一次，这样耸肩膀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能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对大脑健康也有帮助。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这样耸耸肩膀还能够帮助放松身体，特别是经常久坐不动和中老年朋友，可以经常的做一做这个动作。的增长，很多人会出现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老花眼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，那该如何保养眼睛呢？在我们头上有个不老穴，每天拍一拍，让你老了也眼睛明亮。这个穴位呢，就是承光穴。承光穴在头上前发际正中直上2.5寸，盘开1.5寸的地方。承光穴具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窍的功效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之后，再用掌心拍打承光穴。拍打的时候要有节奏，拍打50下即可。这样拍打承光穴，气血可以流入眼睛，对缓解头痛、目视不明、头晕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拍打，可以帮助改善和预防老花眼，很适合老年朋友养生用哦。生活中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很多人会有失眠的情况，睡眠浅、睡不着、做梦多，导致第2天没精神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善和预防失眠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我们头顶上两耳间连线与头顶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百会穴归属督脉，是全身气滞汇集之地，具有提阳气、醒神开窍、镇静安神的功效。那按摩时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握成空拳，敲打百会穴100下，每天睡前敲打就行。这样敲打百会穴可以让全身气血通畅，不仅可以改善失眠，对缓解头痛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了敲打，还可以用手指用力的按压这里，感觉酸胀即可，同样也有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。经常失眠的朋友，睡觉前要保持放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如果不想吃安眠药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个按摩的方法吧。如果道路堵塞，那么交通就会瘫痪；那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垮掉。所以我们要预防血管堵塞变硬变粘稠。下面教大家敲打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血海穴。血海穴在大腿内侧，并底内侧端上2寸，大约3横指宽。当股四头肌内侧的隆起处，血海穴是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补血养血的功效。按摩时可以将手握成空拳，然后在血海穴的周围进行敲打，每条腿敲打100下，敲打的力度可以先小后大。经常敲打血海穴可以帮助畅通血管，预防血栓，对血管有很好的养护作用。除此之外还有补血养肝、滋润皮肤和瘦腿的功效哦。
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